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一节跟我们一起讨论最新国际以及国内议题的来宾，第一位是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老师，浅秋好，各位朋友好。前立委林玉芳，大家好。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将军，主持人好，大家好。看看南韩哦，这出韩剧现在怎么收拾？目前发展最新，一直让外界很讶异，包括了执政党党魁最后的策反之后，终于弹劾案过了，但弹劾案过了还没有真的过关，因为宪法法庭本来说要7个人才能开的现在只有6个人啊，他们自己决定，好吧，那我们还是可以开。好，那现在把这个案子弹劾案变成最优先法案，23号之前要提交弹劾案答辩，但是呢，这个总统拒绝接受，接下来包括要约谈啊、干嘛的啦，所以弹劾案已经内容会怎么往方向哪里发展，还都已经大家没有信心、没有把握。为什么？因为主审法官照理说应该是电子抽签的结果，那是不是电子抽签抽出来的就是他？主审法官是尹锡悦提名任命的郑亨植。那这一位主审法官呢，代理院长、代理宪法法庭的代理院长说啊，不会影响裁判速度，是大家一起来共同决议的。但因为他是过去由尹锡悦任命的自己人。台湾的经验告诉我们，会不会有同样的故事情节，让南韩人也很担心啊？他尹锡悦真的是要站到底耶，他真的不是说说而已，他真的是拒绝各种的，包括约谈啊、司法程序啊，没有要配合的。例如所谓的到案要求书，大家都知道司法文书要送到案，以到案寄达的日期开始起算，几天没有到，可能会拘提或者怎么等等。但不管送到总统府，或者是送到了官邸，通通都没有人要收啊。当然说法是说，我总统府还可以，他现在已经被停职啦，我有责任义务可以转交吗？应该不行啊，官邸直接不收啊，无法转交啊。那先前就已经约谈，检方限期尹锡悦21号要到案的，他当时说我律师还没准备好所以不出庭，结果现在又可能要再拒绝的话，会不会就直接被逮捕呢？但现在总算律师人选找好了，找的是清点常年担任检察官，被说是王牌律师啦，过去也是在釜山高检检察长的身份退休的，那曾经被尹锡悦提名过哟，处长国民权益委员会，还有广播通信委员会。那现在呢，他来担任律师，能不能真的救他一命，躲过司法这一关？不知道，但的确尹锡悦停职这件事情还领有总统级的待遇大概是台币大概50万左右的这样的月薪算一算，很多韩国的议员还有民意觉得不合理，应该要修法规定，一旦被停职就不可以领钱才对，否则家里蹲也可以照领每个月50万，为什么？而现在牺牲掉的除了南韩可能的经济还有南韩里面的这种动荡不安的氛围啦，美日韩同盟可能也会成为牺牲品吗？因为尹锡悦过去一段时间的路线一直以《纽约时报》的分析一向是亲美日远中国。那本来呢，在野党有机会要执政的华府建构的各种所谓的，就是拜登时期啦，东北亚联盟，现在是要拆伙了吗？那接下来如果在野党当家了之后，会不会南韩的政策整个大改变呢？因此被说是不是也就是最严重的受害政策东北亚政策，拜登的政策已经民主联盟未来准备被川普打破了，在南韩这一块，美日韩这种同盟也直接要打叉，几乎无路可走了吗？因为明年的1月份，日本、美国、澳洲有一个共同的合力的演习，这个叫做美澳印度的海巡要正规的日本的鹿儿岛外海联合训练这件事情，现在是不是也有变数？虽然现在国防还有相关单位的人都说还是会照样来做，但投下了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可能性，风险数很高那东北亚的局势有没有扰乱日本、美国的各种布局呢？其实石破茂一直急着想要去见川普嘛，川普没有要见他，那支持率现在是39个百分比，不支持率达到了48个百分比。不知道还可以做多久啦，的确是蛮辛苦的一个新任的阁揆，但是美元走低，日元连贬，6天已经跌破了154的关卡。日本的状况也的确很两极化除了贫富差距两极，制造业 PMI 已经留6个月萎缩，但是
服务业景气持续的在扩张，那当然跟观光啦、服务啊景气非常的有关系。但川普夫妇没有见石破茂，不见他，却见了安倍晋三前首相的遗孀，甚至他的太太梅兰妮还把照片 po 上了社群，在 S 上面见了面，告诉大家说他们很想念安倍晋三，这个友谊非常的坚固。但跟日本的关系会怎么样？不知道。川普表示期待跟石破茂会面吗？日本很重要吗？这样说是这样说，前面不见面，但看到的是他派驻的新的人士是对中鹰派的前驻葡萄牙的大使。那接下来要当驻日大使的时候，态度上接下来影响。包括经济上面，还有收保护费上面派军上面、驻军上面，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呢？而各家这个以川普自己讲大家都急着要见我，每天已经见了至少100位以上的领袖啦，其中是我们软银的孙正义。孙正义直接跟川普见面了之后，就承诺未来有4年要投资美国，本来讲500亿的，现在变成1000亿美元包括这个企业家抖音。也都去见了川普，每个人都要交上不同的这个筹码嘛，川普要什么，要弄清楚让杨老师帮我们先看一下，就南韩的政局来讲，现在还在动荡当中，对于大法官宪法法庭可能的发展，其实有2条线在进行，同时在进行，一个就是宪法法院的调查，弹劾案的审查，另外一个是司法的检察厅的这个调查起诉。那这2个就同一个事件嘛那现在我觉得接下来会越来越多有关于戒严细节会出炉。我们已经看到很多了，他不是单纯只是他跟他的高中同学国防部长在那边说我们要搞戒严，然后呢你去帮我把这个军队调来，把国会议员抓起来。事实上越来越多的细节出来，参与到的人现在在司法这个检察厅这边的这个情况呢，他已经针对好多不同的防卫司令相关的事情做逮捕了。那这些东西你看到，他甚至曾经一度还想要去对北韩朝鲜空飘气球要去这个击落，然后制造两韩之间的紧张，而去宣布戒严。而当时作为就是这个参谋总长的另外一个4星上将是拒绝，结果呢，金龙显就是国防部长把他拿来大骂一顿，所以这条路走不通了。那才会发现到用别的这种方式，然后很多人都在那个名单上面，不只是要逮捕啊，甚至要这个监禁，所以这些东西都会慢慢的出来。当然，你说它会不会影响到宪法法庭的审判？宪法法庭针对卢武铉的案子花了62天，2个月。那针对朴槿惠的案子呢，花了91天，3个月。卢武铉是驳回，卢武铉恢复总统职权，但是呢，那个朴槿惠却是下台。在这个案子当中，现在第一个要看国会是不是能够及时很快的补3个大法官进来。那补3个大法官进来的话，你人数就会增加，然后呢，也会有一些程序上的这个过程会增加。所以是不是能够很快在1个月或2个月之内判这个案子？我们现在就不确定。但我推论这个案子说要去弹劾还是驳回，那如果能开赌盘的话，我觉得应该9成9，应该大部分都是说他会弹劾成功。对，因为越来越多，那这个事件其实很清楚的一个事件很清楚的一个事件。然后呢，越来越多的细节也都出来所以基本上你说这个主其事者虽然是尹锡悦提名的，那不管是什么因素，他被这个担任这个职位，但我觉得你说他要一手遮天，那是不太容易的，只不过是时间之间这个问题。也许我在想，就是明年的4月到8月，韩国会进行总统改选，因为当案子判下来之后，60天之后就要进行总统的改选，所以你说2个月的话，那就是4个月。那你拖到了更久180天的话，那大概就是到8月。所以我是觉得，大概明年韩国一定会进行总统改选，但是不是一定是李在明，这就不知道，因为李在明自己本身有司法案你讲到就是印太小多边，这是拜登时期喜欢做的。美日韩，然后呢 ，AUKUS， 这个印太4方对话，澳洲、印度、美英澳那个是 AUKUS 美英澳，然后有QUAD 印太4方对话，还有甚至后来还有一个美日菲，在今年4月的时候举行了一个高峰会。我觉得美日韩这个已经是瓦解中的了，
因为第一个，川普上来了，川普喜不喜欢这种小多边？他其实不太喜欢这种所谓作秀型的多边，只是在掌握话语权，透过这个方式来去减轻美国在这边的军事负担，同时要求这边的盟邦增加军事上的支出，但是又能达成什么目的？川普喜欢直球面对的，就是双边的直接的对话，而且极限的压迫，然后达成这个交易。所以他对于这种作秀的多边主义啊，他从头第一任到第二任，目前为止是从来没有这种好眼色、好语言。我也觉得他不会上来就改变，所以美日韩的消失。同时，你看韩国上来这个新的总统就不是尹锡悦了，不管谁上来，韩国对于北韩、朝鲜的态度也会有转变。那至于这个Quad的印太四方对话呢，我也觉得可能不容易。你现在讲说派驻日本的美国这个大使是鹰派，现在美国哪一个官员议员不是反中鹰派？都是反中鹰派，但是到最后关键接下来看的还是川普，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川普的忠诚的支持者，川普的意志代表他们的意志。现在抗中最不应的好像是川普，没错，我跟习近平是朋友，他是很棒的人。你这个讲到最核心的，对对，我现在看到南韩的情况，这新闻报道也是韩剧本越来越多，甚至有说这个一度准备要把韩东勋就是执政党的党魁直接给暗杀掉，然后假装是北韩的军人，然后军服要换上，然后嫁祸给北韩，这都有了，但因为不可考，现在就等着他们检方来调查。有些东西会可考，就独立检察官就国会通过，这国会那天的通过。不是只有针对这个大统领来进行这样一个尹锡悦来进行调查，另外一个案子通过是针对他的太太金建熙。是，那你想这个东西，尹锡悦可能可以拒绝，可以拒绝，不断的拒绝，但是呢，他的太太大概很难。那他太太很多东西慢慢被挖出来的话，你认为会不会影响到这些大法官们的对尹锡悦是不是违宪宣布戒严，会不会有影响？我如果会有所影响，南韩不管怎么样是一个民主国家了，最后他今天的下场也就是民意反弹的结果嘛。那这个民意只要继续高涨下去，虽然说现在6个大法官里面有一位是这个尹锡悦所任命的，而且他当主审法官。对啊。那调查了2位法官里面，其中一个就是他。那只要他一个人投了反对票，那就只有5个大法官没有用。可是我的感觉是这样啦，你这个大法官你自己就要对抗整个韩国的民意那你觉得这个压力大不大？非常大，对不对？你还有家里人呢，你家里会不会也给你压力？你还有朋友还有同事会不会给你压力？所以到时候如果民意沸腾，然后金建熙的很多的黑资料包括这个尹锡悦的黑资料，一个个都出来了。那这个时候，你说这个大法官他明知道我这一票下去就决生死，你认为他敢说我就违反韩国的民意，我就不管了？因为尹锡悦任命了我，说我现在有仇报仇，有恩报恩，我现在就是要报恩，然后我就一定投反对票。我看这个压力会非常大呢。我不认为这个法官，如果他很爱惜羽毛的话，我不认为他敢去对抗。但是现在的韩国，我认为会有一段很长的时间的乱，因为现在问题不是只有尹锡悦一个人的问题。你看他第2大的这个在野党的这个党魁去坐牢了，16要去坐牢，要坐2年的牢。最大的在野党李在明当这个党魁，他5个案子在身上。对，这个他们自己本身案子也不会停，也一直往前走。第2个在野党去坐牢，李在明如果也被他们弄去坐了牢，那你说这整个国会是不是也会非常的乱？而且你执政党也很乱了，本身执政党的主席这个辞职下去了，他有一个大概5个人还是6个人的一个最高的指导委员会这样子，同时集体辞职。现在在国会的执政党也是一片乱局，真的，在野党也是一片乱局。那你说这个韩国这样的动荡的局面如何能够稳定下来？尤其韩国的这个个性就是非常的强悍，很猛烈他们的民意
也是一个未来可以说是安定的因素，也是个不安定的因素。至于这个川普的个性他本来就对这种什么盟约，什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他要收钱，他没有要付他就钱的啦。是要钱，他总觉得说我美国人在你那边驻军就是花了钱去保护你们，你们就是要交足够的钱我才爽所以他对这个盟约没有兴趣。原因在哪里？他是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他认为美国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我一个人要做事情要搞定，要 get things done， 我一个人就可以利用美国庞大的力量，我就一对一的压迫你，你就没有了，对不对？那我何必还要大费周章跟你这样打交道呢？所以他很重视是个人的关系啦。所以你想，他讲到习近平我跟他关系很好；讲到普丁，我跟他关系非常好。然后你看这次，你没有邀请日本的首相去谈，你邀的是安倍的太太，只因为安倍跟你的关系很好，所以他根本只重视人际关系，对国际关系他是没有兴趣的，国与国关系他是没有兴趣的。所以川普未来会把美国的外交会搞得很乱，做他的敌人，做他的朋友，我觉得都很辛苦。更何况台湾 CNN 才会分析，台湾是摸不透的川普，台湾必须要想办法自保。将军，光我们看到日本跟韩国，其实不止韩国乱日本也很乱光是内阁做不久各种的动荡。那对于整个同盟在东北亚这里也面临很大的挑战。我个人认为东北亚好像它的政治文化就是这个特性都不是非常的稳定。我们看尹锡悦，我认为尹锡悦的战略态势对他来讲一直是不利的。从他这个戒严这个六个小时闹出了这个闹剧之后，他这个弹劾案的话是204票比85票，韩国那个弹劾的通过要2/3是不是说过半数就可以？过半数不可以，要2/3是非常高的门槛。那高的门槛弹劾通过，你这个时候你整个会逼曼如山倒，因为2/3是绝对的强势的多数。那你看，那尹锡悦这个时候还在那个位置上面，那一定会面对的排山倒海的压力嘛。你看他第二个，他的锅，他11个百分比民调支持度只剩下11%，那不能再低了啦，低的个位数了嘛。他那个总共有89%是反对他的，那赞成他的只剩11%，天差地别。所以尹锡悦在这个下面，他被人歹戏拖棚。那我们看第三个，你看这个检察厅每次都要去传唤尹锡悦，送资料给他，这个要签收，要传唤他，或者是要请他到案来做说明，他也不去。每不去一次就要被凌迟一次。你看他你来不来，你还不来，又被凌迟，又继续凌迟，就继续凌迟他。所以尹锡悦到现在为止，他没有找到这个停损点，他的整个的战略态势、战略发展对尹锡悦来讲是极不利的，是这个来看。然后他现在一直在堆积他的负能量，因为每次传唤一次他不到，就是一个负能量。然后负能量，所有南韩的这些乱源社会的这种动荡政治的动荡，全部都是就是你尹锡悦嘛，你不下台嘛，你不下来就是你嘛。所以责任整个负能量通通放在尹锡悦上面，所以积重难返，没有办法。所以我们来这样看下去的话，这个包含这个尹锡悦在这方面所承受的压力之外，就变成这个韩国的现在他的执政党叫做国民力量党，现在不能烧到国民力量党了，因为这次国民力量党有12票跑票，就是支持弹劾，党魁自己对不对？意见都变来变去。那弹劾的韩东勋也下台，也辞职了。你看看他整个的，包含他的执政党都挡不住了。现在尹锡悦烧完之后，烧执政党烧完之后整个烧光，所以整个政治能量都不见了。是，所以以色列来看，整个状况是不利的。他在一方面的危机管理跟危机处理非常没这方面的能力。美国呢，当然因为川普即将要回到白宫，他昨天在这个海湖山庄开了一个记者会，哇，每一句都是梗全球都在看川普的脸色的时候，美国被说多州发现了神秘的无人机吗？到处都有吗？来看看画面里头，光纽泽西说是2天有3000人目击神秘的无人机到处出没东北的纽约都会区有，纽泽西有，康乃狄克州有，宾州有，到底是什么啊？到底是谁的无人机啊？那还有人问我是不是优抚啊？后来确定是无人机，有没有会造成平民或国家威胁的可能性呢？川普要拜登政府说清楚，到底现在正在发生什么事？怎么会这样？
不然就把它打下来。那当然不知道为什么川普只是事情背后是不是有涉及中国大陆或俄罗斯的势力呢？拜登政府只是说不用担心，白宫没有给答案，但是叫大家不用担心，不会有威胁，是这样吗？那中国的无人机的技术被说领先全球，因为最近他也秀了一段临近空间的高超音速无人机的试飞，看到画面里头很厉害的是 MD-22哦，这个长10.8米，机翼展开来有4.5米，最大的航程可以8000公里哦。那各种的这个速度可以到7马赫，所以是非常厉害，而且具有战斗力的新型的无人机。而美国呢，陆军的极音速飞弹也首度模拟战备发射，朝着再全面的部署又迈进了一步，各种的对峙跟武力的展现都在秀肌肉。但是川普呢，在记者会，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引起全球都在看他脸色的记者会里面，什么都讲，外交也讲，跟尤其中国大陆的关系，但没有提到台湾啦。那到底他的就职典礼特别邀请习近平来不来？他的回答是说，没有听习近平说过哦，但是证明他讲的是说要美中一起来解决全世界所有的问题，也就是说可以跟他平起平坐。一起对话的就是中国大陆啦。那习近平去不去，还是派所谓的高层访问团，现在还不确定。但是他过去从证实跟习近平当选之后先通话，再来现在是说好朋友啦哦，不告诉你到底来不来吗？哦，有没有进一步的消息呢？但至少可以证明的是，软硬兼施，一方面又要关税不断的说要提高，一方面又要说我好朋友他很棒，我们要一起解决世界的问题。这个是对于企业风格来讲川普手法就是这样啊，企业 CEO 争相求见，哇，他很忙啊。他说在海湖山庄举行这记者会说，已经见了100多个人，然后第一届任期每个人都在反对我。那现在你们是不是乖乖来朝拜我们啦？他是说的是每个人这次任期呢都想成为我的朋友然后还都要交钱。例如像前阵子。包括这个曾经打过他的国内的美国的企业主也都投降了 ，TikTok 更是其中的经典。本来到明年开始，按照过去包括法院的判定跟国会的决定，明年如果他不卖掉股份给非这个中资的企业的话，他就明年就要被停止在美国境内啦。结果呢，那个外媒指出，抖音执行长周受资在海湖山庄跟川普见了面。所以这个案子会不会有起死回生呢？毕竟川普曾经说过，我对抖音有一份特别的好感。路透社甚至报道，川普过渡团队准备要取消拜登电动车政策，加强围堵中国这个产品等等的，这些其实都有可能让抖音说不定接下来可能过关哦，用他总统的权限做一些改变。路透社的报道除了限制来自中国的汽车零组件，这些都还是在做，减少对外国材料的依赖，但各种的可能的转换也正在发生当中，所以呢，像中美经济工作小组这种会议在非洲第一次举行，对于对华的限制措施都还是属于拜登任内，都可能都不一定是未来川普未来的政策，尤其是英国的剑桥大学这一位创始主任诺兰他在分析的时候，而美苏的冷战是意识形态不同而已，这种战法涉及到的经济技术跟地缘战略呢，相对的复杂，只是一个竞争关系。但中国大陆既没有选择以德报怨，或者是以直接报复而是采取一种以所谓坚定回击攻击的方式，这是他的形容词。这场对华的新冷战，他认为美国注定会失败，这是英国学者的看法。杨老师，如果我们先看看美国在川普准备要就任当天之前很热闹，每天都有新闻，尤其是川普每讲一句话，都影响了整个美国人的心情。我先讲一下这个无人机是这个大概从11月中旬到现在已经快1个月，大概就在美国东北部纽约州的附近，包含 New Jersey， 然后康乃狄克，有的时候是晚上，有的时候1架到4架。晚上的时候还比较多，这怎么回事？美国国防部已经讲了很多次，这个跟军事无关，不是外国的介入，那是怎么回事？但是我这边必须要澄清我们这边的引用那个是台湾的一个媒体说，川普示警背后恐涉中俄势力，这不是这样子的？不是川普说的吗？不是川普说的，来自于民视的报道。他这把2句话，川普是有表示这个警戒，说应该干脆把它击落，然后呢，川普还特别讲说把它拉这个到别的就是比较人少的地方把它击落，
他如果出现那个地方的话，共和党相关的议员有在指出说，这个背后可能涉中俄势力。另外共和党的议员，所以是共和党的议员，而且相关的报道我查了英文，也在说他们其实也没有根据，而且事实上，美国的国防部说这个不是军事的用途，他们也没有在这过程当中，因为将近有1个月了，没有展现出什么恶意。相关的专家是说了，他可能是夜间在做这种就是寻找瓦斯的外泄，或者是辐射物质的外泄。那这个不知道是真是假，因为它有的不小，1.8公尺、2.4公尺，跟一台车子一样大，然后呢又这个声音很安静的，不知道是不是大疆无人机但是呢，他这个并没有把它打下来，所以我是觉得川普一定知道是怎么回事，但觉得大概很离谱。那拜登也知道怎么回事，可是呢，到这种程度，你就觉得这美国显现出它的一个国安跟空防的一个弱点嘛，对不对？面对这么多无人机，已经引起人民有一点质疑恐慌了。他居然政府的因应的态度还是这么的低调，甚至不处理，只是不断的强调跟外国无关。那你显然就知道跟谁有关，所以大概他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可是那个事情如果讲出来，反而造成更大的民间的恐慌。那我觉得这就是什么？是不是专家所说的瓦斯外泄，还辐射线？辐射的外泄，这都不知道，这是专家所说的那至于川普不断的在讲说这个跟中国大陆比如说有通话，比如说要邀请他来参加我的就职典礼，川普的就职典礼，我觉得他现在就开始在布局了，而且很清楚，他就是开始在针对中国，而且会这个下重手，可能很快的就下重手，但是呢，也是软硬兼施，因为他下重手或软硬兼施背后的目的，他其实是要跟你谈，让你谈了之后呢，可能是一个贸易协议，可能是个采购的贸易协议，可能是你开放市场，可能是你减少你自己本身自己设置，比如说出口配额，这个以前日本跟美国打那个贸易战，在80年代到90年代，日本就这么做过我出口到美国的 Toyota 车子，日本产的 Toyota 车子，1个月只能1000台。就可以这样设限，但这个东西其实过去都出现过。川普就是要这些东西吗？还是他要更大的这些东西？但他不断的在捧，一方面在捧这个习近平跟中国说是好朋友关系好，但某种程度也是像一种请君入瓮。周受资这个 TikTok 的执行长，我觉得就是川普的一种筹码因为他是在1月19号他上任的前一天。他就要被迫，如果这个案子他说他要打到这个宪法最高法院去，但如果说不改变或是来不及的话，1月19号他就要停下来，要关门。但川普可以在1月20号就让它恢复。那现在，但是各位川普在选举的时候是每天发 TikTok， 选完之后的那天到现在为止1个半月了，将近1个 TikTok 都没发过，所以他把 TikTok 当工具，他不是真爱 TikTok。所以他见收奏资根本就是一个讯息给北京，我可以帮助你解决 TikTok 问题，但我也可以就照法律走。那因此呢，你就要跟我来去谈这些东西。我觉得川普现在已经不断的在做各种的布局，北京其实也都知道，而他怎么来就怎么回，你硬来我就硬回，你软来那我就警戒。将军，您是飞行员出身，那现在看到无人机就是未来的趋势，每个国家都要准备无人机，才在战场上是最快速又有经济效又保护飞行员安全。美国这个无人机这么多，这样飞来飞去，你研判会是怎么回事？这无人机的骚扰很有它的 CP 值，很有它的一个战术的价值。因为无人机它第一个它小，雷达的时候雷达还不容易抓得到它嘞。然后你要不要去把它击落？因为它很便宜啊，你一个地对空飞弹。几千万呢，但是一架无人机才几十万呢，你要发100倍的这种价格去打它吗？不太好打那么小，变成大气球也说要打呀，打小鸟也打了，而且那个打气球是在南卡罗来纳州已经出海打，你现在打这个无人机一打的时候，你那个炸弹的碎片是不是掉到城镇？那是不是又造成伤亡？变成为了一个小无人机，结果造成自己的伤亡，因为你打出去会有流弹，那个流弹掉到地上啊。它总要到中间没有速度，它掉下来爆炸。所以打无人机，无人机我们知道，无人机它的体积小，目标小，雷达截面积不太容易抓。另外一个，它价格便宜，你要拿飞弹去打它，
你不太容易打。你要拿飞机去拦截它，怎么拦截？飞机速度那么快，战斗机，你拿飞机拦截它的时候，你还是要发射飞弹或者发射机炮去打它，那这个榴弹又出来了。所以你看看地面上是不是就无辜了？所以一个无人机的这个袭扰，造成它的这个本小效高，非常能够达到它的这个袭扰的效果。可是你拿它没办法。大陆刚刚发布的这个无人机可是很大的那这 MD-22的话，它最重要是到达7倍音速，它有2个特色，第一个到达7倍音速，所以它用的不是轴流式的涡轮发动机，它用的是冲压。那冲压式的发动机，因为它速度太快啦，太快的话靠冲压，那冲压的时候空气就多的时候在里面燃烧爆炸，然后喷出来力量这样出去，那它的速度那么快，它的抽载量就不会大。你看抽载量才600公斤，才0.6公吨，不到1公吨。但它速度很快，就变成地对空飞弹对它拦截有困难。那空对空飞弹大家那更有困难了，因为空对空飞弹的终端速度是4马赫，4倍音速，它可以到达7倍音速。要去空对空飞弹想要去拦截它，速度会在效果上面非常的难。那怎么样？它就可以执行任务完毕啊！而且它控制了最重要，它技术升华到在高超音速的状况之下呢，它还能够稳定，它不会造成一种震荡。因为一般来讲呢，无人机速度太快的时候，已经在高超音速的时候，它会形成震荡。因为这个晶片呢，还有电脑的算力已经没办法到达，因为它速度太快的话，造成它的补偿作用会有延后。你一延后会造成震荡变大，那这样会造成无人机会解体，空中会解体，因为速度太快了。那中国大陆可能在这一方面，在技术上有所克服。那这个要怎么样？要在飞机上发射，或者要有个载体把它送到空中，它产生速度了。这种冲压涡轮发动机是一定要有速度才能够有推力。你没有速度，那你用轴流式就好啦。你用轴流式才就可以有推力、有升力啦。那它是冲压，所以你的冲压有它的好处，但是有它的限制，要达到一定的速度再要发射。所以一般来讲，要火箭把它做载体，或者飞机做载体，才在空中发挥它的战术能力。是委员川普最新讲这一段话，美中可以一起解决世界所有问题，这很值得解读啊。川普讲的话是很多的，他有的话也是前后矛盾了。那你想，那中国大陆会怎么听这句话？我觉得中国大陆其实被拜登这4年来是玩吃够够了，一边跟你握手，跟你视讯，甚至跟你见面，一边对中国大陆的经济的制裁、军事的围堵没有停止过一天啦。所以其实大陆已经对美国来讲没有很大的期盼了。我个人感觉，这个也就是说，习近平到目前为止没有要答应要去跟川普参加他的就职大典的原因我看有些报纸分析很好，我如果去了，飞这么远去跟你见了面，结果你还是对我这个逼逼追杀，步步追杀，那习近平的尊严到哪里去了？中国大陆尊严到哪里去了？所以他们现在，我觉得他们非常谨慎小心，既爱又怕了。这看起来好像川普对中国大陆到目前为止还蛮和善的，可是呢，他们想到川普过去的以前的第一任的4年，中国大陆并不好受那个所有的关税提高了这么多，那个开始就从川普开始了，只是拜登只是萧规曹水，然后再加一点码而已了我要讲一下那个所谓的无人机的问题了。其实很简单一件，你去想。如果是俄国或中国大陆的无人机，有可能飞这么远吗？你刚刚讲了，这么好的无人机也只是飞8000公里，那所以那个飞机从哪里来？第二个，如果说他们对美国有安全上的顾虑的话，以美国的科技之先进，他没有办法把它打下来，我是不相信的。他没有办法打1、2架下来看一看，我是不相信的啦。而且这很重要，美国政府经过调查，他们自己讲了。这个很多都是误判啦，就像我们现在不是常常看到飞碟一样吗？它因为这个飞机飞了这么高的时候，看起来就小小的就符合了第一个无人机的特性，不大嘛，小小的嘛，好对不对？然后呢又常常出现，所以很多人就误判嘛。美国政府的讲法，这很多其实都是合法的飞机，也可能商用用途在飞的飞机。至于晚上为什么突然间出现这么多？其实美国在去年的9月做了一个修改，法令的修改，美国的这个航空这个总署做了一个修改，让无人机在晚上的时候可以出来，
所以很多的商用的无人机在晚上都纷纷出现，就是这个原因嘛。所以说来说去，这个就是我觉得人哦，就是充满着好奇，然后也有一些的不安，大概就构成了所谓的无人机的这个情节啦。我认为这只是美国本土自己里面有些私人的玩家，有的是商业的用途，有的根本就合法飞行的小型的无人机有人机哦，不是无人机。所以这个笑话很快就会过去了。川普认真看待，要拜登讲清楚啊。是，来看看俄乌战争哦。川普曾经保证过，等他当选上任24小时之内就要解决的俄乌战争，现在情况如何呢？川普已经说愿意跟泽连斯基、跟普京这3个人一起通话吗？他说要结束这俄乌战争3年的残杀，那把战争形容成残杀，这也是事实。但过去不是美国所支持的吗？川普再批允诺对俄罗斯、乌克兰给的这个武器可以对俄射长程飞弹这件事情，他认为是愚蠢。他上任之后，恐怕立刻第一件事情也要推翻拜登的政策，他不会让他这么做，他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而泽连斯基呢，他宣布支持别人呢，他除了还需要别人帮忙之外，他现在宣布还要提供叙利亚。我们看到在政变之后，很多的百废待举，他说要提供叙利亚与粮食援助，哇！世界各国、欧洲，尤其是不知道给了他多少，不管粮食跟军事设备之外，钱也给了不少。但泽连斯基说，现在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小麦、面粉跟油来帮助叙利亚人了哦。觉得大家很纳闷，说现在乌克兰已经好到可以协助其他的国家了吗？还是说他这样的声量是为了展现特殊的意义呢？其中像北韩。一起去支援俄罗斯的战场的士兵，现在被看到的画面是说，证实至少有30名的北韩士兵阵亡哦，甚至在看到雪地上面有被丢在画面，像我们不仔细看它了，就是在雪地里有20具的遗体就被惨死，都是北韩的士兵吗？也来自于白宫的消息说，证实北韩军队的确在库斯克这里战斗的时候遭到了重大的损失，所以呢。北韩军队已经从16号开始从第2道防线撤离。哇，那北韩的士兵到底对俄罗斯的战场发挥了什么作用呢？普京由俄国的国防部长贝洛索夫再喊话，他说呢，莫斯科当局必须做好准备，不只是乌克兰而已，未来10年在欧洲啊、北约啊。都有军事联盟要作战的准备，随时要开战吗？那俄军掌握的战略主导权现在好像球在他手上。那普京说呢，是西方把俄罗斯逼到了红线，莫斯科不会容忍。所以一个越来越软，一个越来越硬。那如何在俄乌当中调停得到答案？就像川普讲的，要找中国大陆一起帮忙，一起协调，有可能让俄乌真的停战了吗？俄罗斯也首次证实它运用了开发新的洲际飞弹白杨木，那会进行最大射程的试射。挪威呢，金援80亿帮助乌克兰。威慑俄罗斯黑海舰队，那所以大家帮助乌克兰，乌克兰帮助叙利亚，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生态链。叙利亚呢，当然俄国的势力也在讨论当中。选后首场记者会谈外交，川普还特别讲称赞土耳其。一起协助帮忙推翻叙利亚的阿塞德政权是幕后推手，还提到在结束乌俄战争上面取得了一些进展，到底是什么进展不知道。但叙利亚阿塞德遭推翻之后首度发生他说离境呢不是事前计划的，是俄罗斯要求他离开的，所以后来受到了俄罗斯的庇护那本来是不想没有考虑要下台或寻求庇护的，但总之他还是走啦。走了之后，现在各种报道传出来了，阿塞德在走之前已经几年之间，2年吧，透过空运向莫斯科转移了大概有2.5亿美元的钞票现金白花花的现金直接转那这些现金都存到了现在被说受国际制裁的俄罗斯银行，买莫斯科豪宅等等的。显然他说没有准备要走，但钱倒是准备的蛮早的。将军怎么看俄乌战争？俄乌战争的话，原则上这个拜川不同调，拜登是拜登，川普是川普。那这个拜登对这个乌克兰对泽连斯基是非常支持的，但是现在要换到整下1个月，就要换到川普手上了。川普上原则上限制性支持。那这样的话，我认为将来就是要
泽伦斯基认赔杀出啦，就这样。那现在这个俄罗斯的总统普丁就是很清楚嘛，就是要把乌克兰的土地给瓜分掉嘛，就是要泽伦斯基割地求和，就那么很清楚的。他难道大家还看不出来？我认为这个棋这个非常清楚，泽伦斯基还看不出来，那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失败的总统，怎么会看不出来这个局呢？川普对泽伦斯基对乌克兰支持绝对不如拜登。拜登这么蛮挺的哦，那现在的川普还没上任就讲了，你不能用美国的武器攻击俄罗斯哦，都已经限制他了嘛，就是要给这个乌克兰对俄罗斯是有限制性的战略。那这样的话，这个乌克兰也只能硬吞，那硬吞了，要继续接受。你不接受，那美国很简单，美国不提供这个军援，也不提供资金的援助，那你没有军援，没有资金，这个仗就打不下去了嘛。国际雇佣兵立刻撤掉，没有发饷啊。没有发现国际军马上就回家了，打包回家了，没有钱，所以一定要钱，钱只有美国拿得出来。这个北大西洋工业其他国家只拿小钱，美国是拿大钱呐、川普不愿意出这个钱了，这个很清楚的嘛。所以泽伦斯基在这一方面呢，他还吃这个叙利亚豆腐，说他有面粉，有小麦，有这个油，食用油，食用的可以给这个叙利亚。我认为不要，他现在顾他自己就好了，他不要再想叙利亚的事情。他这个转移焦点对叙利亚的战局完全没有帮助，所以他不是一个战略家，不是一个军事家，他原则上呢是一个这个搞不定的，是个摇摆家，是这个对整个乌克兰的整个国家的这个没有办法解决。我认为他是乱了方寸啊，自顾不暇，还要顾左右而言他，这个对整个乌克兰的国运来看呢不是很好的。另外我们来看这个。叙利亚的沙姆解放组织能够12天由北部一路打进大马士革，把整个叙利亚的政府军完全击溃这土耳其，我认为土耳其早就在帮忙沙姆解放组织，对，是这个样子。12天就把这秋风扫落叶啊，那是土耳其在后面帮了大忙。而且这个叙利亚这个国家准备就是我们讲，他就准备会被人家做局部瓜分。这个西边的这个我们的戈兰高地，以色列就拿去了嘛，那你包含叙利亚的。这个自由军跟叙利亚的民主阵线后面是美国支持的，那这样盘踞就久了，叙利亚的内战就变成叙利亚的分裂。他内战不打，大家分裂了各个地盘了，那叙利亚不存在了，各个地盘。还不要忘了，还有库德族。那库德族的话，沙漠解放组打库德族，土耳其也打库德族，库德族往哪边跑啊？所以很麻烦呢。这个叙利亚的内战一时两刻停不下来，还会有很大的纷乱。所以我们看呢，叙利亚这个国家将来是不完整的国家，也是一个残存的政权啊，它各方势力都没有办法把对方把它击溃击败，然后把它并吞下来，没有办法。那这个现象会一直持续下去，到最后面久了木已成舟，变成各路英雄各据一方，就变成叙利亚就变成分裂的残存政权。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川普曾经夸下海口，他当选之后马上24小时就要让俄乌战争结束的。但目前整个发展的结果，包括要促成3方通话啦等等的，有这个停战的迹象了吗？我觉得有，而且他现在已经自己设定了一个时间表，就他希望上任的那一天就能达到停火啊。当然停火不一定要签协议，就双方这个停火停战能够开始就是实现和谈，然后开始再往前走。我觉得他现在已经开始跟这2位就是在准备要对话，我不知道会不会用个什么3方对话哈，应该是不会有3方对话，可是他会相互的这个对话。那相互对话，他一定都把他的基本的这个要求，第一个当然在尽快的这个停火停战，或者是至少我上任的时候啊，那这个就有一个讯息，什么讯息呢？我还没上任之前，你们还可以继续打。那俄罗斯当然接到这个讯息很清楚啊。所以他在库斯克这边就协同的北韩的部队，北韩在今年这个因为普丁访问平壤，签署了战略合作的这个等于是这个条约，那里面就谈到，当一方受到外来攻击的时候，可以去协助另外一方，所以北韩就只会在库斯克这边
不会进入到乌克兰，这个大概是目前比较确定的。那当然都有报道，北韩的军队多么英勇，或者北韩军队被打死了多少，这种报道都有这个呈现。那同时你看到，在红军城现在已经距离就是1.5公里之远，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在还有将近1个月的这个时间，俄军是不是还能够继续往前推？那川普为什么这么做？第一个，他说他要做到，他说他不喜欢战争，而且他已经讲出来，所以他要让这个实践，否则的话，他刚上来这样子的一个总统，那不是多没这个面子。但我觉得其实更深层的是，这个战争继续打下去，就像是川普所说的，我们就继续援助乌克兰，那甚至援助到如果这个后面战争如果真的倾向俄罗斯渐渐的取得更大的胜利的时候，那军队会不会要进去？这个战争就会扩大，那美国就很难去收拾。那当然战争就不是川普能够控制的，所以他最希望的就是停火、停战。那至于你看到现在就是在叙利亚的这一块我必须要提醒，以色列现在开始不断的在扩张，在攻击叙利亚南部戈兰高地以北的这些区域，从海上到陆地上的这些基地，而且他现在准备要增加20个屯垦区，目前可能会把在这边屯垦的人数从原来的2到3万增加1倍之多，所以他基本上其实已经不是只是要去建立所谓的非军事区或者是缓冲区，我甚至怀疑以色列要建立一个所谓的大以色列，那就从这个加萨跟戈兰高地跟叙利亚的南部这边开始做起，就趁乱多占一点自己的领土跟没错土地了。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俄乌战争打了3年了，已经多少的生命涂炭啊！委员现在看起来，在调停底下，虽然俄罗斯态度还是很硬，也准备战事要结束了吗？对这个战争，你说这个能够怎么拖了哈？就先讲这个乌克兰的情形了。这个像 Kellogg 就是一个退休的一个中将，是这个川普现在派去，他已经开始跟乌克兰在谈这个事情了。他说得很清楚，现在的前线必须被冻结，就双方你们就守住你们前线，但是禁止在交战，然后双方要坐上谈判桌，然后他补了一句话，他说这个美国在乌克兰并没有重大的而明显的利益，也就是说，美国并没有会介入乌克兰，非帮助乌克兰不可的这种情形，并没有。所以像这样，他讲话讲成这个样子，所以你想乌克兰为什么他的反应也是这样子，也是很无奈。他说，我们希望这个俄国人他可以保有他占有的土地但是呢，这个我们慢慢用外交手段再把它要回来。不过最重要是这个北大西洋工业组织要保障我们的安全，而且最重要让我们加入北大西洋工业组织，这就是很无可奈何了嘛。那以这个以美国来讲，以川普来讲，我干嘛花那么多钱？美国到目前他花了1700多亿，这个在乌克兰身上。